我最近做了一件很后悔的蠢事，虽然往事无法回头，但是希望以后不要有更多无辜的春象受害，所以我决定把这个黑历史公布出来。我老家住乡下，某天我捡到一片树叶，上面有一堆绿色的蛋，我就上网查绿色卵，就出现了很多防治荔枝春象的新闻。乍看之下，外观跟这些卵是一模一样的。因为以前我有误杀壁虎蛋的经验，本来想说不然放着等它孵化好了，但是刚好我家人要出门，催我赶快处理。我对比了一下图片，想说应该没有错吧，就把它冲了马桶里了。冲完之后我继续刷新闻，结果居然被我刷到这一则。虽然这个蛋的样式长得有一点不一样，但是这一则新闻告诉我一件很惊人的事情，就是原来随着春象的品种不一样，它蛋的数目也是不一样的。荔枝纯享的蛋是14颗，黄斑纯享是12颗。看到这里，我突然间有很不好的预感。想到刚才那片叶子，我刚好有拍照，马上去数一下照片上面有几颗蛋。结果腰搜刚好12颗。我第一次觉得没文化原来这么可怕，超级后悔刚才没有多检查一下。遇到这种事的时候，常常会觉得全世界该不会只有我不知道这件事吧？我也很希望我一开始就知道这件事。但是这个真的要有相关概念才办法开始查，因为查是一定查得到，网络上都有资讯。问题是没有想过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找。我印象中喷童就是会剩一整头蛋，像福寿螺那样，完全没有想过卵的数量还可以拿来辨别品种。因为我查到的新闻里面也有荔枝春象的蛋超过14颗的例子，像是这个新闻里边就说有15颗，所以我一直以为14颗只是多数案例是这个数目，如果不小心碰掉几颗也可能不是这个数字。我印象中政府有一阵子在收购这些卵。有的人靠卖卵一天可以赚7万块，但是我找到的这2张图里面就各有一片叶枝，数量是没有到14颗的。大家可以找找看是哪一片，但是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在摘取的过程当中不小心碰掉。我并不是要骂政府，因为黄斑春象也不是保育类，只是我知道了这个卵的数目的事情之后，很好奇他们收购的时候这么多叶子，他们真的有办法一片一片的数吗？还是像我一样黄斑春象就被我抽杀了？我后来就一直很好奇，为什么是4这个数字，或者是说为什么不同的春象会有固定的数字。看了这个 YouTube 的影片才知道说，原来荔枝纯享的卵巢有14个，所以它生出来的卵就固定是14颗了。不过昆虫的卵巢叫做微卵管，这件事我真的在网络上找很久都没有找到回应的。我觉得这种知识真的要有人出来推广，希望昆虫老师以后多出台湾昆虫的科普，也很推荐大家订阅它，了解正确的资讯。虽然我皮草杀蟑螂也没有得手软这样讲可能有点矫情，但是如果不是因为要防治荔枝春象，这些可怜的蛋也不用被我冲马桶。我真的很对不起黄斑春象妈妈，希望大家告诉身边的人，以后看到这种蛋记得要数一下，不要像我一样误杀。